好，大家看了刚刚啊，韩国瑜啊跟江启臣跟郝龙斌吃馒头了啊。那到底是馒头重要，是党主席重要哈？所以呢，郝龙斌回答说，党主席是维持党的生命，馒头是维持个人的生命。江启臣说几把婚啊？那郝龙斌说，他跟江启臣选过党主席嘛？江启臣那是当选嘛，是吧？啊，他说从来没有恶意攻击。以前国民党举办过很多次党主席，其实基本上没有像这次这样。这是真的，整个是这个腥风血雨哦，搞得这个就很严重啊！以前没有这样过的，国民党选就选嘛，哦，那民进党当然选举是蛮严重的里面，但是国民党以前没有这样子哈，所以郝龙斌才说这个以前没有，我跟江启臣他当选我也没有恶意攻击啊，啊，那这个江启臣提醒郝龙斌要经得起被骂，进厨房就不要怕热啊。那另外呢，郝龙斌说，2028如果政党轮替，就回家陪妻子哈。事实上，郝龙斌是要出来，太太，我的了解，太太是反对的。郝龙斌在家里说服了2个礼拜，哦，我说最后同意吗？他说好像还是没同意哈。那我问郝龙斌为什么要选？其实他一直跟我讲过，他跟我讲完以后，我就说那你选吧。我一直没有对外面讲，他今天自己讲的，在这个高雄的政见，他爸爸昏迷了2个礼拜，郝柏村。突然醒了，医生就通知他说：“赶快，你爸爸醒了，赶快来。”他就去到医院，他爸爸抓着他的手，跟他讲：“说我这一辈子就是为3件事情奋斗。第一件事情，为了中华民国的存在；第二件事情，反台独；第3件事情，发扬黄埔精神。”所以郝龙斌他跟我们讲，我都感动这样啊。所以呢，所以他为什么要选？虽然明明知道很困难啊，那所以他就跟他太太讲说：“这次让我选吧。”哦，如果这个2028能够当政党轮替，我就回家陪你了，好好咱们过日子而已。好，那另外呢，这个郝龙斌还说，台南跟高雄拿不下1都，就2都拿不下1都就辞职啊。那郑丽文说，2026必须要翻转南台湾啊。那另外呢，这个饶庆林啊也拍了一个影片来支持郝龙斌啊。说支持呢，像龙猫又像最有担当的党主席啊，所以他拍的很好很有趣的一个影片啊，一个连续的影片哈。那另外呢，游淑慧跟詹维远这些议员也发文挺郝龙斌，但各有各的挺了啊。罗志强啊也说台南高雄如果没有拿下1都，他就要辞掉党主席哈。那罗志强说他是最大的公约数哦，因为现在有人说要弃罗保正，有人说要弃罗保好。我想说，干嘛弃我呢？哦，我是最大公约数，表示我最大公约数，怎么都扯到我呢？哦，所以罗志祥蛮幽默的哈。那南投的副议长哦，现在开第一枪了，说郝龙斌如果当选就退党，这个党我都不要待了，我要退党哦。那另外呢，这个卢秀燕的子弟兵黄建豪。就是什么台中3子啊，还是卢秀燕3子哈，就是他是接卢秀燕的选区的啦。黄建豪说呢，郑丽文的履历是苍白的。郑丽文，你赢过任何一次选举吗？你没有赢过任何一次选举，那你怎么来代理国民党复选呢？反正现在看起来到最后几天可能会比较激烈哈。来，我们看一下2026。找来高雄内立委徐小青叶元之站台，国民党主席候选人罗志强人气超夯，握手握不停。最后的选前超级星期天，罗志强傍晚南下高雄召开党员座谈会，现场更是挤满超过700人，而强心战队也喊话党员。我们看到上弦高雄双霸节被清算，志强也一定会回来帮忙，所以每一刻我都把高雄对志强的一个恩惠跟情感放在身上，所以我最大的心愿就是2026要把高雄怎么样？赢回来！毕竟此党魁之战牵动蓝营2026、2028版图，最后关键时刻，候选人纷纷喊出政见利多，而郝龙斌不止地方派系首长以表态力挺，更给出26年的选举经费承诺。郝龙斌有这个魄力，也有这个雄心，未来国民党所有党部运作的经费，以及未来选举最后经费，党主席要负责
郝龙斌要负责，我们不要用党产，你们说好不好？好。而郝龙斌罗志强也喊话，若当选，2026台南、高雄没拿下1都首长就会请辞。只是另一难题，蓝白合要怎么合？原先说该让就让的郑丽文，这回台北政监会上针对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有意争取的新北市提名上，却这样说：新北市立委也有100%的信心，因为我们有最优秀的候选人。因为我们长期在新北市的执政历久不衰，只有国民党才真正把老百姓的福祉放在心上。对此，白银新北市议员陈世轩说先不回应，但郑丽文这言下之意，看来此刻蓝白合要先放一边，国民党主体性得先放中间。蓝白合来，壁如怎么看？现在这是主题之一啊。是，我觉得国民党的主席基本上是很难当的哎。哦，你看那个，我觉得当主席是要一直被骂的。你看那个朱主席就知道了。哦，因为我看他走到哪里都有人都会出来什么呛他，我就觉得这心肝一样啦，不够大坑吼。那个真的，你的那个心态如果没有好的话，其实真的很难当这个主席。那我觉得这一次国民党呢，我是觉得要恭喜国民党有脱胎换骨的勇气啊，因为这次有这么多人出来选。但是也选到这么的激烈，我也很少看到国民党现在这么激烈，开始有点民进党化了嘛。可以跟民进党学习，但是呢，也要学习民进党。选完以后一定要团结。选完以后，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各自为自己争取，但是选后一定要去团结。我就回想到我2月份的时候跟黄国昌选党主席，然后当时呢党员就说啊，人家柯主席都已经指定黄国昌，你干嘛出来捣蛋？我的脸书每天都骂到我脸书我也不看。我觉得你就是情绪发言呐。那还好这一次卢秀燕市长有一天说，民主政党本来就是不可以什么有指定啊，什么传承所以我觉得我基本上我是对为这一次国民党的主席选举，我觉得还是要给他鼓励啦但是我同时也要呼吁，真的要团结，因为党内不团结，刚这那个赵少康先生讲的，那如何蓝白合呢？那我讲一下我们地方的看法啦我地方上面人家问我说啊，你支持谁？我说我不能讲啊因为我不是国民党了。结果那个地方的阿姨跟大哥说啊，我们都以为你是国民党的。就是对，这个就是后来跟地方相处好了之后，就会有这种现象。他们当然会问我，那我就跟他讲说，你们要多去看，多去认识啊。如果他们有到地方来做政见，一定要去看。那再来第一个就是我们中部啦，从北部到中部，其实有一个现象，你看所有的议会的议长几乎都支持郝龙斌。所以有一次有一个新闻记者来问我，他说：“听说你跟谢点营很好，所以你支持郝龙斌哦。”我说：“你不可以这样连看呐。”但是因为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有失公允呐。那所以基本上是这样。我觉得很多地方上面基本上都有各自的支持的人，我觉得这个都很好。那重点还是团结，真的。对我来讲，我选过当主席，我觉得呢深深受到那种伤害，被骂到不知道，因为每天都觉得有一阵子都不想出门。一定要团结。你再选，你被骂，我没有选，我都被骂。所以钟宪伟，我想国民党其实确实他没有像民进党，他有一个选前是刀刀见骨，选后就是努力团结。对，国民党没有这样的文化，所以过往的国民党的主席选举其实大部分都蛮平和的。那这一次是非常的特殊。那现在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没有事后愈合的那个能力，但是你前面却有一点类似民进党的主席选举时代那个杀的见骨的那个状况发生哦。其实这对整个国民党的发展也不是好事情呐。那还有一个就是，其实这段时间也有很多人问我说，到底支持谁？那我是跟他们讲说，对公共政策，你问我会讲，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政治人物的义务。但是你说支持谁，我觉得这个我们不会去谈这个，因为我们不想去影响每一个人。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对于国民党以及很多人，其实我们的说法就是记得出来投票就好。那支持你想支持的人，我想就言尽于此就可以。那后面其实我倒觉得不用太去论述。那还有一个，其实我们要回过头去思考一个点，其实你大罢免反恶霸胜利这个红利，其实我个人认为已经结束了啦，现在已经没有红利。所以接下来你要去面对一个是逐渐稳定下来的赖清德总统。赖清德总统也有感觉到他现在的政策整个在
慢慢的趋缓，朝向比较类似蔡英文的做法。那如果说赖清德都知道说要朝向这个比较稳健的方向去走的时候，你国民党又还在那边觉得说，哎，我大罢免胜利的红利，又还在那边享受这个，觉得我将来我国民党在2026一定会大胜，2028也没问题。你如果整天还在想这个，我觉得那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不会有任何帮助。所以我还是比较期待啦，就是不要再进入那种互相攻击来攻击去的那个状况，还是团结稳定，26先把它打下来，这个比较重要。接下来再回来。好，除了网军还有狗仔哈。那劲爆说黄国昌的狗仔跟监潘邦安超过半年，为什么是要打击赖清德的选情？黄国昌说你脑补啊，你脑筋坏了，当初偷拍赖清德才是政治侦防吧？哎，你们到时候当时蔡英文跟赖清德是什么杀的、杀成什么样子啊？那才叫政治侦防啊！那另外呢，这个劲爆是说呢，民进党中央成为狗仔跟拍热区，这是民进党中央了那个地方呢，说又好停车，然后很多大官也会到那边去所以呢，很多负责跟监的狗仔就很容易知道说，哎，哪个大官车号，因为车号经常你也不容易查到嘛。这个大官下来车号把它记下来，下次这车在哪里停就是大官到哪里去了所以呢，这个轻易的就掌握了这些政治人物，变成一个跟拍的热区那黄国昌说，我查弊案只对事不对人。只针对违法滥权的事情，并不是要搞八卦的那专家宾就说你的金流到底钱哪里来的，给了谁钱所以呢说这个讲不清楚那另外呢又扯出王宏威说他的助理助理呢好像这个操守有争议王宏威说我从来没有替厂商开过记者会或提案，没有过的那另外呢，因为他的助理被曝说向药商索贿230万，王宏威说他做的事情我没有授意他，说好吧，既然他被质疑，这个张凯维立刻停职调查，先行停职并接受行政调查，查看到底行为是怎样那另外呢，这个张凯维是说呢，说这是为了因为选举，所以殃及他的无辜，因为他被控说用职权向药商来要钱他说你们是没有这个事情本人在该公司没有任何职位，也没有任何亲属在该公司任职，也没有代表该公司前往提案所以呢，索贿一事非事实。我们看一下。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跟监门争议不断，网络媒体在爆料，黄国昌的狗仔团队跟监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的真正目标是时任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媒体报道，黄国昌所掌握的狗仔集团最喜欢埋伏的地点就是在这一栋华山商务大楼，因为这边呢除了有民进党的中央党部以外，其实在这里停车非常方便，也有非常多的官员跟政要都可以在这边下车输入，因此成为了狗仔最容易掌握车牌以及行踪的地点。特定的一些媒体在写报道，完全没有任何事实基础，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也是觉得很无奈了。其实老实说啦，我觉得很疲惫。媒体爆料，潘孟安成为目标是因为当时非公职人物比较好跟监，没有戒心。2023年4、5月时，黄国昌就跟狗仔团队讨论细节，接着陆续拍到相关画面，以及跟陆委会主委梁文杰抽加热烟的照片。直到9月28号后，狗仔队就直接在潘孟安家的停车场盯梢。我只针对违法滥权的弊案有兴趣，我对其他风花雪月的事情，我通通没有兴趣。结果把这些风花雪月的事情全部往我头上倒，我只有4个字叫做莫名其妙。而遭曝与黄国昌狗仔团队有来往的立委王宏威助理张凯维，也被曝利用助理职权向药商台湾安金药品索取公关费230万。张凯维回应，于该公司无任何任职，也没有提案，提出的事证只有公司提案简报，也没有他的名字，相关指控子虚乌有，将提告。而立委王宏威则回应，本人从未针对药品提案或召开记者会，为厘清相关资讯，张姓助理立刻停职，并且接受行政调查。而张凯维还被指控透过行销公司合作攻击政治人物，到底是公益揭弊还是政治侦防，就待检方厘清真相。
我觉得这整个网络时代里面哦，我们最常讲这个公共政策没有绝对的对与错，那关键就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它，还有就是我们面对什么样的现象，政府要不要有所谓的这个法律去做约束。所以，如果假设我们真的允许所谓的这个狗仔新闻存在在这个社会里面，那其他人去做类似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那他到底有违反了什么法律吗？我觉得在这里面看起来是没有的。可是他没有违反法律，不代表他大众接受他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一切交由所谓的民众去做决定。所以今天当有人，比如说有的人，像之前有好几个这个媒体，他喜欢用狗仔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他的销售量就是他的这个市场对他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嘛。那政治人物如果用这样的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未来大家对政治人物的这个支持度也代表这个部分。但是确实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文化里面，如果今天大多数的民众、大部分人我们都认为说这样不行的话，像我个人认为，坦白讲，我个人是不支持这样的态度。所以如果不行，那我们就修法。那我们就修法，把这个boundary就把这个界限画出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不行，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坦白讲，我觉得这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就是说，社群软体时代，民主在各个国家现在包括欧洲、美国，其实大部分人都被社群遇到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严重的这样的问题。很多国家也因这样的一个模式去修了法，不管是过去的所谓的这种境外的攻击也好。甚至韩国以前还曾经一度就是讨论所谓的这个公共政策的论坛必须要实名制，这些其实韩国也都立法过。那这些问题，我觉得坦白讲，我们既然大家珍惜中华民国，我们都希望这个国家好，我们都希望这个政府能够运作得更顺畅，我们都不希望政治不要有这么多的恶意。那坦白讲，我们真的要花点时间好好来检视台湾的法律，因为台湾的法律，我觉得对造谣的人来讲，并没有太多的惩罚。造谣的成本太低，太低，而且效率又太好。那如果这样的一个部分继续存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攻击啊。那到最后不做这样子的事情的人，他反而受伤。一个国家不应该让越认真越善良的人越倒霉。来，钟宪委员，我也觉得就是说，其实台湾目前对这块的管制太松散了啦，那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那其实有一些新闻媒体，它长期就是以跟监为乐嘛。那他通常抓了一个点就编一篇故事出来，那大家对他有意见，那他也不当一回事。那我们有时候希望说媒体人要对于新闻媒体要有这个职业道德，他也不在乎啦。所以我觉得我也是蛮希望说一个明确的法律规定出来，到底可以做到哪里为止。但是我要这边跟各位报告，依照现行的状况，确实是无法可罚。除非你去偷拍一个非公开的活动，比如说他在家里面，然后你把他窗户打开，偷偷伸进去拍，非公开的活动有可能构成。但是一些公开或他去哪里或怎么样，目前为止确实无法可罚。但是这个也就造就了我们现在台湾的政坛的一堆混乱，以及一些媒体会专门拿这个东西，然后来以这个为生啊，会有这个状况发生。来，比如。现在是这样子啦，因为他讲的都是2022年、2023年，其实当时黄国昌，当时是没有任何，不是立委是吧？不是立委，而且他身上没有任何的党职啦，所以我现在，刚我同意那个许雍廷的说法啦，就是说无法可管，又无法可罚，但是呢，我觉得交给民众去做这种观点的个看法，可能很多人都不能接受。但是他爆料的都2023年、2022年，当时黄国昌他事实上没有党职的，所以我来讲那一天我讲一个事情。上礼拜四呢，有一个大学的大四的学生，然后他就邀请我跟他们讨论台湾现行太多的假新闻、假讯息这件事情。那他觉得问我的看法，那我也问他们的看法。那后来讲到就是说，我们上个会期，我们在第10届的时候有一个要推一个数位中介的服务法，但是因为当时有太多的规范，所以那一个法就没有被推成功。那中间有谈到就是台湾目前有3家的这种事实查核中心是受到国际的事实查核联盟的认证的，有一家叫事实查核中心，有一家叫 MyGoPen， 一个叫做全民查假会社。其实台湾是有这3家的，所以那天跟同学的讨论过程当中，我说今天黄国昌如果没有党主席的身份，没有立委的身份，那他基本上还有一个公益的揭弊协会。那有些媒体记者会跟他合作，我说他会不会是台湾最强的事实查核中心？如果就像黄国昌主席讲了，他不要把它拿来
讲一些风花雪月的事情，就会来揭弊的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了哈，所以大概就这样，每个人的看法。提醒一下，就是你刚刚讲的那3个查核中心，是很多都拿了美国的 USAID 的后来被揭发对，还是角色问题了哈。就是说，其实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大家在不同的角色之间会有期间的问题啊。比如说他那个时候他是一个民间人的身份，他跟媒体合作来做揭弊，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角度。但是当他已经是立法委员之后，那作为被监督的一方，是不是还要再去利用媒体或跟媒体有这种性质的合作？我觉得这个就是要检讨。其实倒不一定说要有一个也不能完全交给民众来判断的原因，是因为有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民众他对公共事务的理解，或者说甚至在法律上这些基本的逻辑啦、要件啊等等之类的，他其实是没办法有那么多理解的时候，其实我们真人物应该是要提供他们更多的指引。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大家用更高的道德标准来看待，而不是说我们丢给法律来看，法律只是道德的一个最低的限度，应该还是要提升到一个比较高一点的程度，让真人物自己的所言行能够更大得到大家的信任才对了。不过我不懂，就这一次的这个民进党操作，黄国昌也好，王宏威也好，什么他们呢跟狗仔如何，到目前为止，请问一下，他们爆的料当中有哪一些事情牵涉到了个人的八卦或者是绯闻了没有？其实没有谈的都是公共事务如果谈的都是公共事务，难道公众人物不需要被检讨吗？不需要被好好的检视吗？那我不要忘了，就是提醒一下，因赖之争的时候，蔡英文跟赖清德当时在争夺就是党主席的时候，争夺总统候选人，在那一次的那个争夺战当中，2019年，那媒体是直接介入到什么程度？赖清德的有8位立法委员支持他，然后呢，就大家到了一个场合，然后去开会。开会之后呢，被那个狗仔的媒体这样子一个一个拍摄他们从那个会议室当中出来，然后点名说有哪些人支持赖清德，然后是赖系人嘛，大家可能都忘记这件事情了，那才是真的介入政争呢。休息一下再回来。好，今天《中国时报》、《联合报》头版头都是新售星光人寿就是台新金跟星光金合并，所以台新有一个台新人寿，星光有一个星光人寿这2个人寿也合并，然后呢用星光人寿作为这个存续的公司，名字用星光人寿那问题是辉达就刚好这块地，辉达就看上 T17、T18 这块地那为什么呢？那可能要问黄仁勋。第一方面说离河比较近，而且河没有堤防，他们也许觉得河岸很美。另外离士林夜市比较近晚上吃夜市比较方便反正因为黄仁勋有4个条件，其中第4个叫离士林夜市近那他现在市政府的讲法是说，第一个你怎么可以用星光人寿来？你怎么可以用合并的来？我不承认。第二个呢，你工期严重落后5年已经到了3年多，只剩下1年多。那星光不承认，星光说我合并又怎样呢？合并有违法吗？然后呢，我还有2年呢，合约是到期还可以再延2年所以我不是只有1年多，我还有3年多我在这边吵。那现在台北市当然是李四川、蒋万安蒋万安是市长。那星光现在吴栋亮出来了一方面呢，对于台北市政府来讲，如果这个事情解决不了，说万一跑掉了，也脸上无光对蒋万安的政绩是有影响的。那如果说呢摆不平，星光的这个形象也会受影响。别人说你就死要钱什么要140亿什么未来50年的这个利润都要算进来等等所以呢，那台北市政府呢现在怕的就是图利万一说我给他条件好一点，那告我图利怎么办？那星光现在怕的是背信，说他有那么多股东如果到时候吵就算了，股东会说我们可以多赚一点钱为什么这个钱赚不到呢？所以他们就说都卡在这上面那另外呢，这个李四川说呢不设上下限，就是到底解约金要多少了那台北市政府现在放出来说30亿，解约金就这30亿。那星光原来传出来说140亿那到底怎样？那现在说加起来除2吧，60到70亿传出来这样。那李四川说没有设上下限你星光人寿提出条件那我市政府在判在研判那另外呢，这个李四川说，台北市如果要我提，大概5到8亿我不会提太多但不敢提太多就怕图利那台北市政府说呢，我之所以不同意星光人寿跟
这个什么台新人寿合并换约是合约的履行问题，并不是为了辉达来取得土地。就算辉达不要这块地，我也不会同意，意思这样子啊。那另外呢，这个到底南港转运站，所以要牵涉一个南港转运站，台北市政府需要赶工，要提赶工计划，赶快把它弄好。现在说呢，吴东亮亲自督军啊，一方面为了他实质的利益，为他的股东，也为了公司的形象。我们看一下，要求这个新售是不是我们共同合意终止契约？因为辉达还是最主意，北市科 T17、T18，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宣布，周一正式发文新售，新售若开出合理条件，都可以谈。就按照不会被质疑背信的条件送到我们市政府来，那这样我们才有具体的这个方案，才能坐下来谈，不预设任何的立场。希望如果能够在24号这个重提其余的这个土地之前，新售如果有一个回应，那当然是最好的时间。多少钱能合意解约？李四川没松口，要新售先提再说。至于松南营区和 T12是否当作备案，对此新售回应配合，但也要尊重公司董事会。是否求丢新售，包括重申新售因新兴病而消灭，是否不会同意将地上权转移给新公司？他如果要消灭，那他的寄售公司要取得这个企业的权利，必须事先得到台北市政府的书面同意。市府解释，可能无法换约成功的，还包括南港转运站 BOT 案，新售因为工程延宕，无法在今年底完工。delay 的部分，当然在这个前几个月，我们也要求他赶工，但是到时候如果假设这个还是 delay， 我记得每一天大概要花30万。新售跟市府紧速达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条件，赶快送来议会审查。台北市政府现在用一个比较强硬手段，也比较符合不管辉达或台北市民以及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权益哦。市府和新售的合作案，可能连南港转运站 BOT 换约都有困难。虽然市府说新兴并后同不同意新售移转和辉达无关，但现在看来，或许也是想让新售就范。最新的这个李四川的讲法是说，如果他跟新售的解约金要多给新售一点解约金，辉达说他愿意概括承受，我通通付了。那你们市议员怎么看？我觉得我曾经是市北科专案小组的成员之一哦。那这个就是当初柯文哲时代这的末期哦，最后标出去的这样的一个案子。那当然这个。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部分，大家先讨论一下。第一个部分就是说，新售标了这50年的这样的一个地上权，然后呢，你现在放着3年半，其实你没有做开发。那某种程度上，这件事情跟当初市府想要跟你一起做开发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好像目的变得有一些更改。但是呢，在契约里面，我们写的就是说，5年之内你一定要建造完成，也就是2027年的2月，你一定要建造完成。那试问就是说，现在是2025年的10月，然后呢，现在这边还是荒烟蔓草一片哦。请问2027年的2月，到底它盖得出来还是盖不出来？那它盖出来会是个什么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就是说，那你觉得新售有办法在2027年2月前履约吗？如果他没有办法在2027年履约，那接下来就是一个罚则、一个延期的这个状态，就每天30万，然后再加上解约的这样的一个部分。那这个，但是那这个就是新售什么他会遇到的、即将要遇到的问题。如果他不愿意跟辉达合作的话，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市府的谈判筹码，这是一个。另外就是说，市府如果积极一点，要去对新售做一些所谓的 pushing 的动作的话，地上权其实有一个部分倒是可以变成所谓施压的力道，就是有关地租。地租是土地的这个现值乘以它的用途的租率，然后去做。其实我为什么会提到这个部分？我想蔡壁如在我们对面，他应该很清楚。我当年在做议员的这个时候，文山区有一个地方叫做华固新天地。对，华固新天地的这个地上权是财政部的。当初我们市府有一个政策，希望公告现值要比照市价，所以就要调涨所谓的公告现值。结果柯文哲为了保护一般民众不要被调整那么多，他去调什么？公有地，公有地调200%。结果忽略了这一块建案上面这些买地上权的人的权益，每一年要付出，所以这些人的地租突然，这些人拥有的价值是随着时间掉下来的。可是他们要付的地租，因为你调涨了冲上去，这群人非常非常的可怜。他当初在买这个地上权的时候，大概是周边市价的60%，可是
50年过去以后，他可能付了1.5倍，结果没有产权。你看这些人有多可怜，他不配合市府去炒地皮，结果变成这个样子。但这件事情刚好拿到新售这个案子来讲，如果我去调整公告限值，我有没有违法？没有违法。但是新售的成本会瞬间继续加压，所以我觉得市府是有一些手段来逼迫新售去做所谓的这个妥协的这个动作。我在这里我也公开呼吁新售，就是说从时间上来看，从你跟台北市政府的关系上来看，跟从你现在包括你自己，因为明年我们台湾要改变所谓的 IFRS 7这个部分，会从原本的 RBS 改成所谓的这个清偿制度，改成未来的 ICS。对你来讲，你的财务上也有压力，所以如果你的状况是这样，我真的觉得你拿一点点的补偿金，把这件事情有成人之美让给辉达，我觉得是合理的。但这里面还有一个关键，最近最新一个所谓地上权买回的 case 发生在新加坡，新加坡把他的国家体育场买回去，但他的条件是什么？他的条件就是说我补偿你已经使用的，从刚出的订约是，然后包括你的新建，然后再包括一些的利息。那请问新售没有新建，我要补偿你多少？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只有利息跟原本的合约要赔而已。你如果要说预期收益多少，你盖都没有盖，你跟我们谈预期收益，我觉得这个请问前检察官哈，一个怕图利，一个怕背信，到底怎么办？那我这边先跟各位报告，其实我国真的要好好来讨论一下图利罪要不要做一个重大的修正，因为这个世界上其实很多先进国家根本没有图利罪。那我国刑罚方面法律的来源国日本跟德国，其实他们2国没有图利罪，所以我们图利税部分要不要好好再来检讨？我不是说把它废掉，而是我们要不要把它加严格？因为你看过往多少人因为图利罪，然后根本不想做事。我自己在当公务员的时候，我的长官呢跟我讲，做什么事情看有没有潜力，有潜力我们做，没有潜力不要做。那这样子国家怎么会进步？哦，这个是很糟。所以图利罪在这几年，你看一路以来，我们有多少国际间的重大投资，后来都因为怕事不做，迪士尼、那个拜耳，还有太多特斯拉等等，有很多案子到最后公务员都怕，所以没有人要碰。那这个是不是反而妨碍我们国家的一个进步？所以对于图利罪，我还是因为我之前在我诉贪办了11年，我也知道图利罪存在，也许有它的必要性，但是我们必须要严格的限缩。尤其在最近这几年还稍微好一点，图利罪起诉判有罪，定罪率还算提高。早期图利罪的定罪率不到60%，也就是说这些还是检察官有起诉哦。检察官起诉之后，法官最后判有罪不到60%，更何况有多少是检察官立案调查根本没有起诉的，那个真的把公务员搞死，没有公务员想做事。所以我觉得真的。我自己在立法院，我也一直很希望推动，但是要怎么拿捏，不会被人家拿来当作是政治攻击，又说你国民党挺贪污，我今天要国家好，但是很容易会被一些政治人扣我挺贪污，所以我在那边跟各位报告，不是要删掉它，而是我们要思考怎么样去抓那个平衡点，因为国家发展很重要，否则我觉得再这样搞下去，图利罪永远是执政者在修理政敌的最好用的武器。这个有关于 T17、T18 这一块地的问题这个你可以看到蒋万不能够输，所以你说今天可以想一个情境今天如果这样公考、西考、中考、西考跑掉了，你怎么办？台湾人民骂死蒋万安了，骂死李四川了，一个要连任台北市长，一个可能要选新北市长，这2个来讲的话是很严重的事情。好，回过来它的主体来讲，第一个，我今天早上还问了金管会的主委。有关于这件事情，因为赖总统说了，说一定要中央地方政府来合作，想办法让辉达留在台湾，留在台北他没有说留在台北了，这主要说留在台湾好了，我就问金管会，问得很清楚，几个东西要澄清。第一个，原来跟市政府签的是新售，可是因为新兴金控它并了，就台新跟新控并了之后，它这个公司不见了，它这个公司是被并的。它不是并人家的，如果你今天是并人家的，你可以继续留着。可是你今天是被并的，当然他们现在谈的结果说，未来的人寿两家人寿合起来还是叫星光人寿，可是那是后话，不是现在。母公司对母公司，但以现在来讲的话，这个你的签约主体就不见了，所以照理讲，台北市政府有这个权利，可以说那没嘞。这里物件无，这里物件你公司无是不要处理这个第一个我要强调。那第二个我强调的是说，好，赖总统说中央可以协助地方
我今天去问金管会的主委，我就咨询他，你要怎么帮？结果答案就是他没有工具，他没有任何的工具。他说他有的话就是什么？他说他就是一个不动产的一个整理的问题，这个里面回到这里来，所以他主要要看合约他们到底怎么签。所以换句话说，中央政府，所以公规包的是讲。我们的赖总统哇，讲话讲好大声说，回答一定留在这里，有困难，我们来帮你解决。要解决什么？要解决什么？好了，那经过主委就是一头二跑五了，他就说哦，这个东西啊，主管的单位不是有金管会，还有其他部会也可以一起来帮忙。我就说好，你要如果帮忙，回过来就是还是台北市政府的问题，台北市政府跟吴东亮之间。那大家都输不起嘛哈，吴东亮现在软化了，台北市政府现在愿意说来我们来谈，可是条件要你先提，你没有条件我怎么去开协调会？啊，现在就扯在这个地方。法务部长出来说，大家放心，既没图利罪，也没这个背信罪，你们自己解决吧。休息一下，一句话解决。好，那么我们现在要光电，因为废核嘛，要电了，所以乌山头水库说上面铺了光电板。那苏玉峰医师说呢，是用药水来清洗光电板，所以呢说啊，这个台南人都是民进党的死忠啊，你这样对死忠吗？水源地呢这个被污染啊，然后呢这个说，而且我们没有去查这个水的透明度啊，那所以水质应该是有问题的啊，那业者就很生气，就要告你，你怎么乱讲啊？经济部也辟谣说水质没有影响那个经济部说水库上面设光电板不影响水质，国际很多这样的例子啊。那另外呢，台气电也说要告，说我们到时候呢告的钱呢，通通来捐出来啊，因为呢说乌山头光电板用药水洗，苏玉峰这样说了哈。那另外呢，谢龙介说没关系，你们吵。我当市长，过来处理我一定查那另外呢，龚明鑫说呢，水库光电板案审查全面暂缓因为立委要求说不应该有光电板包括这个我看陈廷飞也在质询因为大家都关心用水的安全嘛那另外呢，大家就说台南不是赖清德本命区吗？现在整个水库也受到影响。山林也受到影响，那民进党的江山会不会受到影响？那陈庆辉委员说不止乌山头，说凤山水库上面也是光电板他们现在就觉得水库很好一大片然后呢光电板放上面你也不会反对就是没有牵涉到农地了那另外呢说这个柏油山赖瑞龙去会勘被提问结果他说他不见了所以网友也酸他那另外呢，这个蓝营还自上有一个这纪实网站是要协寻赖瑞龙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到底光电在哪里弄？要不然开山，要不然就余温，要不然就水库。我们看一下。一大片的光电板，工人拿着机具在上面清洗，不过这画面引起争议。民意苏一峰在脸书发文点名清洁工用药水清洗，最后让最死忠的台南人喝光电水。对此，选区立委郭国文澄清，每年进行5次的水质检测，至今都是安全无虞。且在契约上要求业者只能用清水，也就是湖水清洗光电板，并指光电板设置在水坝角落，仅占水库的1.12%，从岸边几乎看不到。所属的台湾气电共生集团以3点澄清是不实谣言，而乌山头光电厂的刘姓经理也在11号到麻豆警分局报案。这些危险不处理呢，不好好解释呢，结果是跳出来第一个呢，先把提出问题的人解决啦。那也很奇怪啦，也不是业者自己发声啦，就是立委自己发声啦。看来不认为提出的质疑有问题，尤其不满为何郭国文此时澄清，这也让他气得表示影射我官商勾结收红包的，将一律提告不放任，持续抹黑。经济部能源署也发图卡辟谣，强调乌山头水库光电板不影响水质。我水库明明是灌溉用水，你偏偏要说成民生用水，你看这样的网络文化，告还是不告？当然要告。水库的水用高也袂落去冲，安尼还好哦。但迄洗袂清气啊，伊一定会用药剂，用药剂的流落去倒就流落去水库来。我若动算敢会查，
我一定会查。谢龙介有魄力喊话，当选市长一定会查。而细看发现，全台水库还有这些地方有光电板，最早是阿公店水库、内埔子、盐水皮水库，外岛的金湖水库也有，而高雄的凤山、新竹的宝二水库就有设置太阳能光电板。如果要揭弊或者指责，也必须要有证据，要不然就是诽谤罪。毕竟水库是当地市民饮用或是灌溉上使用，当然得全力辟谣。比如，这个光电，其实把它拿到上位来讲，还是我们台湾的这个能源政策一直都没有好好的去讨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执政党，都没有好好的去讨论我们的能源政策到底应该要怎么去制定。我觉得这是没有一个好好的去制定。然后呢，他只是为了一句话，民进党为了一句话，非核家园。所以其实，在上个会期，我就很想把那个。环境基本法的第23条那句话把它拿掉，你帮他拿掉是帮民进党解套，其实也就是帮台湾人民解套。环境基本法的23条，他说我们的能源政策就是要往非核前进，把那句话拿掉。我要拿掉之后，我们就好好的来讨论我们的能源政策。我们的核1厂、核2厂现在闲置在哪里？政府说要干嘛？也是要盖光电板啊。那核3厂，但是那个发电量差多了。对，那个发电量差太多了，1%都不到。那你核3厂你现在停了，你说要去盖光电板，但是大家823我们的公投当然没有过了，但是你要想想看出来投公投人7成5都赞成，一定要核3厂一定要重启。那这个政府要不要重新来规划？那当时呢，赖清德总统也出来喊说，好，他们会组一个小组来好好的评估。那到底评估的怎么样，都没有告诉我们国人。所以终究为了每天的电够不够，老百姓怕电不够，政府怕你一直查我电不够，然后就拼命盖成这样。我们的好山好水，全部我告诉全部都是光电板。回到一开始这个说法的来源了哈，这个苏一峰医师在讲说，传有用药剂来洗光电板，这第一个是应该不是事实，因为法律上不管是经济部能源局或是这个水利署的这种江南管理处，他在签这个约的案子的时候，他就直接限定就是不准做这样使用。那网络上也有在专门做这个光电清理的这个业者出来讲说，他洗了10年了哈，从来没有这个状况。那当然我们还是会讲说，他现在开始讲说不是药水，是光电水啊。那如果他只是用清水的话，你说这个东西对它的实际影响是什么？我大概去算了一下，估算了一下。乌山头水库的储水量是7210万吨，现在就现在这个时间，那它每年如果洗4次的话，大概会有900吨。那你就知道说，这个真正假如它是一个脏水，影响的是有多少？那更不要讲说，乌山头水库一个开放的环境里面，它本身就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这种东西进去。你说天上降下的水雨啦、灰尘啊、土石啊进去。当然，它在现场的这个水本来就不是直接供饮用使用，它一定还有后面的净水厂各种自来水处理的各个过程嘛，哈。所以你要把这个东西直接转化成说啊，这个是我们直接在喝的水，我觉得那个距离其实还很大。更何况是一开始大家就知道，这个因为是一个集水饮用区的这个集水区，所以特地做出这样限制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你要这样子讲说啊，在上面做光电是不道德的，或是对人有害的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不能去这样子直接去做一个等号了。来，冠希。杜甫有一首诗叫做“国破山河在，春望”，有没有？但是我觉得在台湾现在是国在山河破。你说上山下海，然后呢到水库，然后到这个就是余温啊，或者这种什么所谓的余电共生。我同意啦，就是说光电板确实并不需要用药水清洗，其实它用清水清洗就可以了。那么，但是我现在的疑问是，因为在余电共生的案子当中，我们看到一个现象是，因为了要省钱，所以那个光电板距离那个水池都非常非常的低矮，所以导致呢那个水内部优氧化的状况非常的严重，根本无法养鱼。那我们在水库的状况会不会导致优氧化的情况呢？这是我的担心。你不要讲说水库，因为从水库然后一直到自来水，大家喝的水中间有很多的过滤水准的这个过滤水的这样的过程。但我姐姐在自来水公司待过，我非常清楚。我告诉你，来源一旦污染程度高的时候，它的药就要下得很重。所以其实你不要以为说那个水库的水它到底优氧化这件事情对我们有没有影响？当然有影响。所以我希望能够让我们能够信任，可以有真正好的检测，但是能源政策还是根本问题。基本上光电板会被什么污染、灰尘啊等等。